原文：道可道也，非恒道也；名可名也，非恒名也。无名，万物之始也；有名，万物之母也。故恒无欲也，以观其妙；恒有欲也，以观其所教。两者同出，异名同谓，玄机有玄，众妙之门。白话：道法可说，但无恒法；名相可称，却无恒相。万物初始无相，有相衍生万物。无欲即知以察经纬，有欲即知以观反应。会发现，有相即无相，差异在解读，门径在意识。道是可以被描述的法则，却没有永恒不变的法则。名是可以被称谓的形象，却没有恒定不移的形象。宇宙之初本无形象，而一旦形象生出，万物便由此展开。无欲到达极致，能观察到最精微的本源；有欲到达极致，则能体会万象的回应与变化。最终你会发现，有相即是无相，一切的差异只在于我们如何解读，而通往真相的门径就藏在意识之中。道可道也，非恒道也；名可名也，非恒名也。这一句看似简单，却蕴藏了宇宙真相的法门。它也可以改写为：法可法也，非恒法也；相可相也，非恒相也。意思是，所谓的法相，皆非永恒，亦非真实。在《金刚经》中也有类似的说法，所言法相者，如来说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可见，道经与金刚经在根本的领悟上，其实殊途同归。金刚经反复强调的真相逻辑是：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又如是实相者，则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从身相、福德、庄严到微尘、世界、众生、善法，这一切现象，道经统称为万物。万物都是意识的解读，只是因解读而相对存在。若不经解读，就只是如同资讯流般的意识流。然而，如此重要的真理，道经却仅以寥寥数语带过，字句精简，道理艰深，让后世之人难以看懂。再加上流彻于腐儒们的篡改，使原本清明的道理愈加晦暗，甚至流传出道可、道非、常道、名可、名非、常名这样被错解的句式。其实，非恒这两个字蕴含了两层深意：其一，并非真实存在；其二，并非恒常不变。其一，并非真实存在，如《金刚经》所言，所言法相者，如来说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其二，并非恒常不变，如《金刚经》所言，如来常说：汝等比丘，据我说法，如法语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由此可见，无论道、法或名、相，都并非恒定，也非真实。它是一种随缘而现、因心而变的流动状态。唯有回到觉知本身，人才能真正触及宇宙的根本法门。道经毕竟只是李耳的笔记抄录，原经出自何处，早已不可考。
除非有朝一日能挖开始皇陵，否则后人或许永远见不到原文的正本。因此，我们所能读到的，只是总结的精粹、片段的智慧、凝缩的思维，笔记抄录了结果，却省略了推论，留下了答案，却隐去了过程。也正因如此，若想真正读懂道经，需要的不只是理解力，还要有推理的深度、想象的开阔，甚至还要有一份创造的灵性。恒无欲也，以观其妙；恒有欲也，以观其所教。与《金刚经》中的须陀洹名为入流，而无所入，不入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是名须陀洹。两者其实说的是同一个道理，这正是觉悟真相的基础。须陀洹虽在有为演化之中流转，却又不为所动，不染于相，既不入其流而毫无观感，又如何能真正觉悟有为之害？想要觉悟真相，必须先能恒无欲，唯有心不被欲望牵引，才能静观万象的细微与本源。正如佛陀苦行6年，历尽身心的极限，以无欲为门，获得了觉悟的条件，开启了智慧之光。然而，若只止于无欲，仍不圆满，因为真相不仅存在于极境，也在于万象的流转之中，因此还需恒有欲，以清明之心观察宇宙万象的变化。正如佛陀在菩提树下7日，以有欲为言，体悟生命与宇宙的呼应，于是开了眼界，见到了世界的真相。两者同出，异名同谓，可以对应心经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皆在揭示有与无的根本真相。今日我们观察原子结构，竟与太阳系的运行相似，微观与宏观的重叠，似乎在印证着空与实本无分别。那么，为何会如此？航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这句话正可以对应道经中的玄之有玄，众妙之门。无与有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，空与色皆因五蕴而显。宇宙的真相不在物质的形体，而在意识的解读。当我们真正理解这一点时，就会明白，所谓玄之有玄，并非遥不可及的奥秘。我们所见的世界，看似由无数原子构成，坚实而巨型。然而，当视线深入，你会发现那原子本身其实空无一物，它只是粒子绕着核心旋转时所留下的幻影与残像。那么，这样的存在又该如何解读呢？众妙之门，正是在描述感知万物的观察者。谁是观察者？谁便开启那道门。意识关照的瞬间，万物便因你的注视而成形。所谓的世界，不过是意识在空无中投射出的一场光影之梦。金刚经中，从身相、福德、庄严、微尘到世界、众生、善法，看似不同的说法，其实都在反复揭示同一个真相：宇宙万事万物并非真实存在，也非永恒不变，并非真实存在。如《金刚经》所言法相者，
如来说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也就是说，所谓的法相，只是一种相对的显现，并非永恒不变。如佛陀告诫弟子：如等比丘，知我说法，如法语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一切教法，皆会随着有为迁流而改变，不可执着。无名，万物之始也；有名，万物之母也。这一句揭示了宇宙生成的核心奥义。万物初始，无相无名，唯有意识。一旦意识虚拟成像，万物便由此而生。宇宙实则是时间与空间的集成概念，更准确地说，它是意识的虚拟呈现。在最初，唯有意识存在，无名、无相、无万物。当意识虚拟的程度足够，便形成了太素，那是一切物质的虚拟基础，也是宇宙最初的原始物质。太素是由意识虚拟，所以无法被实体分割。它既是如冥想般的物质形态，也犹如道法般的能量规律，都在于意识体对它的应用与解读。宇宙万物正是因为太素不断增生、扩大、变化，才逐渐形成我们所见的一切，从星辰到微尘，从形体到思想。故恒无欲也，以观其妙；恒有欲也，以观其所教。这一句正是觉悟真相的法门。须陀洹之所以不能证得有为之果，正因它名为入流，而无所入。因为无欲即智，才能具备觉悟真相的条件；有欲即智，才能获得理解万象的能耐。须陀洹无法证得有为真相，斯陀含无法证得生死真相，阿那含无法证得轮回之果，皆是同一道理。唯有恒有欲，以观其所教，不断参与，不断理解，亲身体会万象的流变与反应，方能证得宇宙真相之果。须陀洹之所以被称为入流而无所入，正是因为它不入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它摄入太少，因此无法洞察有为的真相。它具备觉悟的条件，因为它恒无欲，但它无法洞见现象的深层因果，因为它无所入。这就像一位警校的高材生，理论完备，原理清晰，却破不了案，因为他缺乏办案经验，缺少见闻涉猎，没有关系网络，不曾在真实的黑白世界里走过、碰过。佛陀回顾过去500世，曾为远入仙人，历经无数磨练，那些记忆深藏于悉达多的灵魂之中，为何他仍要重新挖掘，再度经验？正是因为恒有欲也，以观其所教。只有深入有为，洞察此生，体会轮回之苦，才能彻底觉悟无为之道。无欲使人见本源，有欲使人明现象。当无欲与有欲合一，当观照与体验交融，那一刻觉悟便自然显现。道经最后这几句，故恒无欲也，以观其妙；恒有欲也，以观其所教。两者同出，异名同谓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其实是对前文的总结与补强。恒无欲也，以观其妙；
恒有余也。以观其所教，是针对道可道也，非恒道也；名可名也，非恒名也。所提出的修行诀窍与觉悟关键，而两者同出，异名同谓，玄之又玄。众鸟之门，则是对无名万物之始也，有名万物之母也。所做出的衍生与说明，揭示了宇宙万物的整体真相。两者同出，异名同谓，与心经中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其实说的是同一个道理。万物的真相，并不在于有名或无名，也不在于有相或无相，更不在于色与空的对立。这一切对比，都只是不同角度的观察，不同层次的解读。根本上，它们同出于一道，只是名称不同，说法不同，而本质并无不同。真正的关键在于玄之又玄，众鸟之门。这门是意识之门，谁在观，谁在解读，万物便因谁的关照而成其样貌，谁就正在开启这扇门。玄之又玄，说的不是更深的神秘，而是意识层层交叠的映照。玄之而有，因为意识对身为作用的解读，但身为之处仍有身为。看至终极，唯有意识。当你越往内观，就越能看见那重重玄奥背后，一切原本无二，皆由心现。如今的人类文明已能窥见太阳系的宏观结构，也能解析原子的微观奥秘。我们知道太阳是太阳系的核心，但若以整个太阳系为尺度来看，太阳的半径仅占10万分之一，几乎可说是空无。同样的，原子核虽为原子的中心，其半径亦仅为整体的10万分之一。然而，我们却将太阳系视为虚空，将原子视为实体，这便是色即是空的奥义所在。差别只在于如何解读。太阳系是巨观天人世界的原子，而原子却是微观阿修罗世界的太空。因此，有并非实有，而无也非虚无，两者都只是因意识感知而相对不同，并非宇宙真相的绝对差异。若以宇宙意识的角度观之，两者不过是意识流的不同内容。正如虚拟世界中的物件与空间，其实只是资讯流的不同内容，并无真实之物件或空间。我们以为行星绕太阳的运行精确无比，只因我们观测的时空跨度太短；我们以为量子测不准，只因我们观测的时空精度尚浅。若将时空的极距拉至8的8次方，约等于地球与太阳系、太阳系与银河系之间的比例，那么同样的比例也蕴藏于细胞与原子、原子与电子之间。只要观测用对时空尺度，我们便能看见电子、原子乃至太阳系的实体表象。真相不在于物本身，而在于观者的觉。玄之又玄，众鸟之门，即在此开启。